坚定你坚定的步伐，跟随你眼里的方向。只要能同行，不管多艰难，顶峰的风景会有多漂亮。哪怕有过失落彷徨，就算时间走得匆忙，你依然是我心之所向。攀爬着最幸福的光芒。我们两个就在这浩瀚的星辰能够相认，你该信我心的缘分无可否认，也经历了扰扰纷纷，能不能珍惜未来所有点点滴滴。You came into my life and I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alive. You got my heart, got it burning like a fire. Cause when I'm with you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. 坚定你坚定的步伐，跟随你眼里的方向。只要能同行，不管多艰难，顶峰的风景会有多漂亮。哪怕有过失落彷徨，就算时间走得匆忙，你依然是我心之所向。攀爬着最幸福的光芒。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啊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这不是梦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里是公园。我知道这是公园。哎呀，我怎么会在这里的啊？昨天的事情你不记得了？昨天发生什么事啊？哇，你怎么这么臭啊？昨天你打电话给我，我就去找你。后来我送你回家的路上，你发酒疯。再后来，你就吐在我身上。所以是我吐的啊。哦。Sorry， 真的对不起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你昏睡，怎么叫也叫不醒，我才让你在这里休息的。你手机。
你朋友芳芳打来说过来接你。Thank you。所以，昨天的事情，你真的忘记了？我记得。那你对我做的事情，我会负责的。我吐在你身上，我会赔你清洁费。怎么醒过来什么东西都忘记了？你说什么？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你是我女儿的网友。15年前那个晚上，你还记得吗？昨天晚上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，怎么还记得15年前？15年前？嗯，其实我们15年前就见过了。小弟弟，你怎么哭了？我姐姐不见了。过来。小弟弟，你不要怕，你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。我叫东升。东升。东边升起的太阳。你现在可不可以告诉姐姐，为什么你会一个人在这里啊？你不说，姐姐怎么可以帮你呢？爸爸妈妈要离婚了，姐姐说爸爸妈妈不想要我们了，所以带我离家出走。姐姐，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要我？是不是因为我不乖？当然不是啊。那他们为什么不要我？你知不知道你是怎么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出来的？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慢慢的长大，从没有心跳到有心跳，从不会动到妈妈每天可以感受到你的手脚在踢，好像在跟她说话一样。这些对妈妈来说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或许他们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，所以就对你们说了气话，让你难过了。你就大量一点，原谅他们，好吗？嗯，可是姐姐不见了，会不会她也不要我了？说不定她现在正在到处找你啊！你现在偷偷跑来这里，她一定很担心你的。那我要去找姐姐，我不能让她担心我。我家就在楼上。那姐姐就送你到这里啦。记得啊，下一次不要突然像今天一样跑掉了，爸爸妈妈会担心你的。嗯，谢谢你。我要谢谢你才对。今天你帮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。没事啦，回家吧。姐姐，我们还会再见吗？有机会一定会再见的。我记得了，你就是那个东边太阳升起的小弟弟。我已经长大了，不再是小弟弟。没想到居然是你。哎，所以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，我就认出你了。我还记得你说过，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记性这么好啊？是你的样子一点都没变。怎么可能没变？都15年了。我以前是姐姐，我现在是你网友的妈。没想到曾经以为的陌生人，原来早就已经认识了。反而是那些朝夕相对的，到头来却变成陌生人。
我们现在不算是陌生人吧？昨天真的谢谢你。15年前我帮了你一次，现在你又帮了我，我们算是扯平了吧？为什么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你都没有跟我说？亏我还把你当成是好姐妹。要不是你妈打电话告诉我说你失踪了，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跟我说啊？放心啊，我是绝对站在你这里的。放手，放手。哦，这位帅哥是？我还以为你那个诚实是绝种的好男人，哼，原来全天下的男人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喜欢用下半身来思考的动物，都喜欢在外面搞女人呢。你可以不要这么大声吗？哎，昨天一整个晚上你都跟这个小帅哥在一起啊？要身高有身高，要颜值有颜值。林丽啊，你还是别管那个石头了啦，这个小帅哥才是极品。把握机会，上你的头了，小帅哥，谢谢你昨天照顾我们家玲丽姐姐哦。放心，她会知恩图报的。小帅哥，你有开车吗？你住哪里呀？要不要我送你一程啊？我自己有骑摩托车。玲丽，原来是天若有情，好浪漫哦。你先回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这么快就走了？不多聊一会儿吗？你如果有事的话，可以找我的。那我走了啊。嗯。喂，他喜欢你啊？你先回去吧，有件事情我想去处理一下。你要处理什么？是不是要去找那个狐狸精？是的话，我跟你一块去。经过上一次的战绩，证明了我们俩是打狐狸精的最佳好拍档。而且，这种狐狸精一定不能放过，见一个就要打一个，这样世界才会太平。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是什么关系啊？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哎，你老公外遇就等于我老公外遇啊。好了啦。OK 啦，那你记得有什么事，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打给我 ，OK？我知道早晚有一天，你一定会找上门来。我知道大家都在说我是破坏人家家庭的小三，勾引别人丈夫的狐狸精。我不在乎，他们都没有资格骂我，唯独你例外。确实因为我抢走了你的丈夫，确实因为我，你的家庭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所以今天要打我妈，我都不会还手。原来你也知道自己有错。我是错了，错在太晚遇到陈氏。当初认识你的时候，我怎么就没有看出你是一个这样的人？
我居然一点防备心都没有。是你太会装，还是我太相信你？还是你太有自信？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半年不用问了，是我主动的。在我心目中，他就是一个好男人，好老实。这世界上这么多好老实好男人，你为什么要选他？我和他很契合，也很谈得来。我们在工作上合作无间。之前补习中心出了人力和财力的问题，我们都一起熬过来。那时候，只有我一个人在他身边支持他、鼓励他。我们经常一起下班，然后逛街买食材，回家准备晚餐。我煮饭的时候，他最喜欢坐在这里听音乐。我们的品味很相近，他喜欢的音乐是我喜欢的，他喜欢的书也是我喜欢的。他不开心的时候，最喜欢来这里。他说这里让他很放松。我跟陈实从大学开始谈恋爱，怀孕、结婚，到生下思远，15年。结婚了15年，你觉得我们的经历会比你这半年来的少吗？你以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你这些所谓的美好时刻吗？所以你不用在我面前炫耀。一个人越是炫耀，越是证明自己缺乏什么。但是你说的都是过去式了，对你，我只能说抱歉。毕竟他是因为我才会背叛你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确实是过去式了。陈实在我心目中，曾经是个好父亲、好丈夫，但现在，他只是一个背叛家庭的负心汉。他只是忠于自己的感情。如果你觉得这样说可以减少你的罪恶感，随便你怎么说。我只是很好奇，这半年来，你每一次看到我，每一次帮思远补习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你真的一点罪恶感都没有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不想再跟你们纠缠下去。如果你喜欢陈实，我可以让给你。不过，我不希望你跟思远有任何的联系，因为我不想他再受到伤害。公主遇上王子，两人相爱结婚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童话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但童话毕竟是童话，在真实的世界里，结婚以后的生活才是故事的起点。
干嘛一直跟着我啊？你是不是知道我家里发生的事？思远告诉你的。你担心我会做傻事啊？放心好了，难过是不会死人的。现在想起来，真的觉得很奇怪。每一次遇到什么糟糕的事，都会见到你，什么丑态都被你见光了。其实也不是很丑，你说我吗？不是在说你。我知道，我在跟你开玩笑的。会开玩笑，就代表你没事。我不逗我自己笑，谁来逗我笑啊？我自小家境就不好，高中毕业之后打了3年的工，好不容易才存到了钱，上了大学。谁知道大学都还没毕业就已经怀孕了。我那个时候整个人就迷失了方向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直到15年前的那个晚上，我遇见了你。是你让我明白，孩子不是一个包袱。你给了我勇气，生下了孩子。15年前遇见你的时候，我决定结婚。没想到15年后，再次见到你，我的婚姻就出现了问题。是不是觉得很好笑？可能有些事情，姐姐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很痛。没事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，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腹痛的原因，所以明天会安排病人做一次详尽的健康检查。等结果出来，我们会再做跟进。今天就先留院观察，有什么需要可以跟护士说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客气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说你呀，是这些日子吃了一肚子的怨气，火气攻心，大肠小肠全部都搅拌在一起，不痛才怪。啊，我现在也大肠小肠全部搅拌在一起了。思源走，陪我去吃点东西。啊，我不饿啊，肯定就在楼下而已，你自己去吧。你陪我去，要不然我会迷路的。就在楼下而已啊。啊，好好好，我陪你去。你妈妈她还好吗？哦，医生说要等明天做全身检查才能知道，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啦。那就好。小帅哥，你是演员吗？我是不是有跟你演过戏？阿姨，我不是演员，不过我送过外卖给你，也帮你发过传单。我记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小帅哥啊，怪不得那么眼熟。哎，奇怪，我妈为什么会跟你在一起啊？你妈妈她昨天喝醉了。我妈喝酒前跟喝酒后完全是2个不一样的人，所以她又乱打电话，然后被你接到。嗯。你就是昨天跟林丽在一起的小鲜肉。哦。昨天辛苦你了。还好。我妈她一定喝得很醉吧？是有那么一点点。这是林丽吐的吗？哦。那她有没有对你做什么奇怪的事情？没有，什么事？没有吗？真的没有？真的没有。
你不舒服，为什么不看医生？我以为只是小事。你总是这样，不懂得照顾你自己。我以为自己可以忍下来，就会没事的。怎么知道还是痛？这样吧，今晚我留下来，明天陪你一起做检查，好吗？不用了，你一个人怎么可以呢？你送妈还有思远回去吧。我累了，我想休息。妈，不如你们等一等吧，我先去拿车。哦，不用，我自己坐 MRT 回去。思远，你跟爹地回去。我想留下来陪妈咪。你让你妈咪好好的休息，回去吧。外婆，我今晚住你家可以吗？ OK 啊，那你自己回去，拜拜。哇，彩妆大师的技术就是艺术，这颜色的搭配简直是天衣无缝啊！我看你啊，是可以到美术馆做展览了啦。不过最近有人在我网页留言，说我画的是特效妆。哎呀，那些人是酸民，见不得人家厉害，就在那边当键盘杀手。你是大师，别管他们。好了，谢谢你。顺便准备一下。哎，听说你最近交了新的女朋友，几时要介绍给我认识啊？她跟你一样是彩妆网红哎。哦，是吗？不过呢，她是个奇葩，外表看起来是个 lady， 内心却是个 auntie。老师问我会不会爱她一生一世，她想一生一世也没有错啊。错的是啊，交到你这种每次谈恋爱就只有108天时效的对象。所以怎样？她成功闯关了吗 ？No way！ 哎，今天就是分手日了，只是不知道她能不能承受得住这么大的打击啊。哎 ，please 啊，你什么时候才要认真一点啊？几时才要定下来？哎，你不也一样？还说我？好，不错，再来一个，来换个角度，换个角度，哎，不错不错。她头发，我再去那边整理吧。哦，那好吧，休息一下，走吧。OK， 跟我来。喂，你来啦？我女朋友，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好朋友兼好伙伴陈明。我记得你。记得？你们见过啊？我是 YY， 很高兴认识你。谁不认识 YY 啊？他是网络红人嘛。哦，你的留言我印象深刻，有机会的话要跟你多多指教。搞定。
走吧，我们去吃饭。来，怎么啦？ Adrian，其实我今天来这里是有件事要跟你说。说吧。我们分手吧。你怎么突然提分手啊？其实你一早就觉得我们应该分手了，不是吗？谁说的？我为什么会突然要分手呢？你知道我从来不拿感情的事开玩笑的。你不是一直要追求一生一世的爱情吗？我可以给你的。Adrian，这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你共度一生一世的原因。你可以对任何人说出一生一世，但我不行。我要的是真正可以共度一生一世的人。我追求的不是曾经拥有，而是天长地久。专情不专一的你，不是我的理想对象。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呢？我可以配合你的。何必为了配合我而改变你自己呢？你现在没有办法接受，纯粹是因为是我主动跟你分手，你并不是真的爱我的。不要为难我，也不要为难你自己。和平分手，以后我们还是朋友。可是，我。今天就是分手日了，只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承受得住这个打击呢？该不会被甩了就想不开吧？嗨，谢谢你。我等一下回来。不要乱来啊！你干嘛进来女厕啊？你 get out！ 我是不会出去的。喂，你干嘛抢我的东西啊？还给我！你在干嘛？你还给我！你不是在救你命啊！喂，喂，你冷静点啊！Sorry。死变态！你是白痴吗？我买消毒药水就是要自杀，那如果我买水果刀，是不是要去砍？喂，你才刚刚分手哎，而且又买这么多消毒药水，很难不联想到你是为情自杀的。我刚搬新家，消毒药水是来清厕所的。再说店里买1送1嘛。切，我怎么会知道啊？你那么爱 Adrian， 你被甩了肯定会很难过的。What？ 我被他甩？哦，是我甩他吧？哈？我最讨厌那些用情不专的男人了。其实早就该跟他分手了，只是最近比较忙，所以今天好不容易抽出时间跟他谈分手。哦，所以他是死爱面子。你们男人不都一样吗？我跟他是2个不同世界的人，他追求的是曾经拥有，而我坚持的是一生一世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早就该分手。哇，这世界还有你这样的怪咖！哎，别傻啊，公主和王子啊，那种从此以后幸福快乐的生活，都是童话故事来的。那不是童话，是2个人对爱情的向往。我看你这种人啊，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体会爱情的滋味，更别说是感受爱情的美丽。安徒生啊的童话世界是在19世纪，你还是回去找找你的王子吧。简直是对牛弹琴，浪费我时间跟你说话。喂，我说的是真理，你说的是歪理啊，却以为是道理。哎，死变态！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。OK， 拜拜。
是你啊？我买了一些吃的，有粥，还有面，还买了一些面包。我不饿。那等你饿了再吃啊。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啊？我自己一个人 OK 的。我肚子饿，我想吃晚餐。你确定你不要吃？你不吃，那我吃了。嗯。梅德林早，轮到你做检查了。嗯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梅德林要去做检查。你先回去吧。我是在这里等你。Madam Lim， 报告已经出来了，你的卵巢有一颗肿瘤。我们建议你尽快接受切片检验。手术中我们会取一部分组织去化验，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知道这颗肿瘤究竟是良性囊肿还是恶性肿瘤。那如果是恶性的，是不是就是卵巢癌啊？是的，但如果只是良性囊肿，手术治疗一般就是切除囊肿。但是如果是恶性的，就一定要切除卵巢。其实你也不必太担心，你可以先和家人商量，但不要拖太久。谢谢。刚才医生说的话，你可以帮我保密吗？尤其是思远，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生病的事。你没有听到医生说你的情况最好不要再拖了吗？有些事情确实不能再拖了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术？明天吗？我可以留下来陪你的。我的事情我自己会解决。你都还没有答应我，能不能够帮我保守这个秘密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你也要答应我，尽快的接受治疗。我自然有分寸。你先回去吧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煮了粥，原本想拿到医院去。
你饿了吧？嗯。你的检验报告出来了吗？你身体没事吧？你还加了葱油啊？我记得你不喜欢青葱，却喜欢葱油香。我还记得你第一次煮粥的时候。是啊，那是按照着妈的方式来煮，但是一不小心，粥就煮焦了。那个时候，我才刚来新加坡念书，我是一边工作，一边念书。那个时候我们一起上学，一起打工，所有人都以为我们是一对。但是你始终都没有开口约过我出去。我不敢高攀，在大学你可是风头人物。那个时候，为了学生会的自主权，你办讲座、搞联署，公开挑战管理层，到最后他们不得不在校务会议上同意让学生会的成员加入，才平息了那场抗争。你知道吗？你的那张革命照片啊，到现在还挂在学生会的办公室里。我以为你都忘了，没想到你还记得啊！我怎么可能会忘记呢？我见过他，你知道吗？我刚知道你外遇的时候，我真的很生气。后来冷静的想一想，我们的关系会搞到今天这个样子，我有一定的责任，所以我想弥补。我拿假，希望和你还有思远一起去旅行。我以为只要我够努力，就一定有解决的方法。直到我见了他，我才知道这一切都太迟了。陈实，我知道你是一个重感情的人，就是因为你重感情，所以就算你准备好了离婚协议书，你都开不了口。我相信你爱过我。以前的一切都是真的，只是你现在爱的人是他。对不起。既然你开不了口，那这个坏人我来当吧。我听说先开口的人比较不难过。毕竟这是自己的决定，我希望将来没有这么怨恨。我想我自己要开心一点。陈实，我们离婚吧。没关系，你也不用给我机会。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，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强的想。如果结婚是故事的起点，那离婚呢？你也不用对我惭愧，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，随便你今天拼命爱上谁，我都会坦然面对，只需要我跟你再好个10年，无所谓。
是分离。我的爱依旧没变，连我自己都对我钦佩。